1月26日，中国乒协发布了重磅消息，首次公布了2025年多哈世乒赛的选拔办法。尽管樊振东和陈梦已经退出世界排名，但他们凭借奥运冠军的辉煌成绩，依然获得了单打资格。与此同时，马龙、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也自动获得了参赛资格。大家好，我是李幸福，从客观公正的视角深度解读时事，欢迎来到幸福频道。今天的视频，我会深入分析一下国乒的世乒赛参赛名单背后的故事。2024年12月27日，樊振东在社交媒体发布长文，正式宣布退出世界排名。这个消息瞬间震惊了所有人，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个小时后，陈梦也通过微博宣布退出，而一向被刘国梁力捧的马龙也在12月31日宣布退出世界排名。而令人意外的是，这3位选手的相关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在此之前均获得刘国梁的批准。中国乒坛3位顶尖选手的退出，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随后，张继科也在自己的直播间爆料了很多国乒的黑幕。紧接着，很多随队的体育记者也纷纷开始梳理和刘国梁相关的利益团体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慢慢的拼凑出一幅完整的画面。可不敢胡说，可不敢胡说。2020年，因为军队改革，81乒乓球队解散。当时樊振东才23岁，正值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并且已经出名，很多地方球队都想接收樊振东。刘国梁代表北京队表示愿意接收，但是樊振东选择带领队里的兄弟们一起搬家。幸运的是，上海队及时向樊振东和他的队友们伸出了橄榄枝。当时，上海队的领队正是中国乒乓球的传奇人物王励勤。在2021年9月，第14届全运会乒乓球项目男团决赛的比赛上，樊振东领衔的广东男乒以3-1击败马龙领衔的北京队，这也让樊振东在国家队不被刘国梁喜欢，甚至遭到排挤。在巴黎奥运会，樊振东保住国乒荣誉夺冠之后，王楠、郭彬夫妇只为奥运冠军马龙、王楚钦和孙颖莎发了3公斤的金牌，根本没有樊振东和陈梦的份儿。什么他妈的叫惊喜？什么？但是出乎刘国梁的意料之外的是，樊振东退出 WTT 世界排名得到了官方支持，也暴露了国乒为了获得更多商业利益，任由饭圈文化的侵入，甚至亲自下场支持。1月25号，央视报道，中国乒协与中国乒乓球队再次主动出击，针对饭圈乱象进行治理，一致决定解散官方粉丝群，并将范围扩大至全体人员、全部社交媒体平台。而樊振东也在退出世界排名后，商业价值暴涨，接到多个顶级商业代言，如凯迪拉克、美职棒大联盟官宣樊振东为中国区冠军荣耀大使。到目前为止，已至少代言9个品牌。退出世界排名后，增加3个重磅代言，其不降反火的热度备受关注。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背后的操作，但是1月26日，中国乒协公布了多哈世乒赛参赛选拔办法。明确规定，获得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冠军的运动员，自动获得2025年世乒赛参赛资格。这就意味着，此前退出世界排名的樊振东和陈梦，以及宣称结束职业生涯的马龙，都直接获得了多哈世乒赛参赛资格。无论马龙参赛与否，正值当打之年的樊振东、陈梦确定能参赛。当然，国际乒联3月17日会按照世界排名给出自动入围世乒赛名单，实际报名名单以中国乒协最终确认为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随着近日高原毅接任乒羽中心主任的职务，中国乒乓球队不仅解散了粉丝群，还宣布了多哈世乒赛的选拔办法。这些政策的出台都马上得到外界的广泛好评。其中，与饭圈划清界限是呼应体育总局严打饭圈乱象的整体要求，而奥运冠军自动获得世乒赛参赛资格的新规则，则是针对近期困扰国乒的一个重要问题：樊振东和陈梦因退出国际排名而可能无缘世乒赛的困境。新规的出台看似解决了参赛资格的问题，但实际上又带来了新的挑战。自奥运会结束后，樊振东和陈梦的训练状态就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樊振东虽然在乒超联赛中有不错的表现，还战胜过王楚钦和林诗栋，但他一直没有回到国家队训练，主要是代表上海队参赛。陈梦的情况更为特殊，他几乎处于全面休整状态，除了参加一些表演性质的比赛外，主要进行商业活动，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现实问题。没有系统性的训练，如何保证比赛状态？谁来担任他们的教练？在世乒赛赛场上，由谁来进行技术指导？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更深层次来看，这个新政策似乎也包含着某种策略性考虑。如果樊振东和陈梦因状态不佳，最终选择放弃参赛，舆论的焦点很可能会从体制问题转向运动员个人的选择，这无形中化解了之前的舆论压力。操！从整体来看，这次国乒新政策的出台，既展现了新领导层的决断力，也反映出在处理复杂问题时的智慧。他在表面上解决了参赛资格的问题，给予了运动员选择的机会，但同时也将责任和压力巧妙地转移，为各种可能的结果预留了余地。这个过程也折射出体育竞技与体制管理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在处理敏感问题时需要考虑的多重因素。小伙伴们，你们认为这些举措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话题，敬请期待更多分析。可能因为你在对一些未知或者对未来的一些